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超酷的话题，一套可以说是来自古老东方的大脑抗老说明书。你可能很难想象哦，几千年前的道家智慧，竟然跟我们现在最前卫的脑科学想法几乎一模一样，甚至还给了我们一套超级完整的对抗失智症的作战蓝图。好，我们直接切入这个最核心的问题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在读一些古书的时候，里面的那些道家高人，好像对失智这件事完全免疫，常常都活到80、90岁了，脑袋还是非常清楚？这其实不是什么神话哦，而是因为他们真的掌握了一套完整的神经保护，还有大脑抗老的系统。而这个系统，我们现代科学现在才正要开始重新认识它。道家智慧教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，拜托，先换个角度来看失智症。我们不要再只是单纯的把它当成一种病，在他们眼中啊，这其实更像是一台超级精密的电脑，结果遇到了全面的系统错误，也就是 system error。那你想想看，要修理它，你得先搞懂它的作业系统，对吧？好，那要理解这个系统，我们就得先认识道家一个最核心的模型，叫做三环七魄。我知道，一听到这个词，你可能觉得哇，这也太玄了吧？但你先别急，听我说完。你就把它想象成是大脑的作业系统，它很聪明的把我们的身心分成了软体跟硬体。等一下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个几千年前的比喻精准到会让你起鸡皮疙瘩。OK，我们先来看软体的部分。道家把我们的意识，也就是魂，很巧妙地拆解成3个核心程式。第一个叫胎光，这个你可以把它看作是系统最底层的生命电池，它决定了你整台机器的总电量。再来是爽灵，这个我们就很熟了，它就是我们大脑的 CPU 中央处理器，专门负责思考、计算还有储存记忆。最后一个叫幽精，这个是我们最常忽略的情感引擎，它一直在背景默默运作，处理我们所有的喜怒哀乐跟潜意识。那软体有了，硬体呢？这就是七魄的工作了。他们就像是我们身体里面的硬体工程师，超级认真地在管理我们的呼吸、消化、免疫系统，甚至连睡觉都归他们管。基本上就是软体，也就是我们的环下达指令，然后硬体魄就忠实地去执行。所以这就带出了道家对失智症最核心、最震撼的一个诊断。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：失智症的根本原因就是一场魂魄脱钩的危机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大脑的软体，也就是我们的意识跟思考，跟我们身体的硬体，也就是生理机能，它们两个失去连结了，不同步了，开始各跑各的。而且这种脱钩一旦开始，它就会引发一场灾难性的连锁反应。古人把它叫做失魂落魄。这真的不只是一个成语而已哦，这根本就是对病情非常写实，甚至可以说是让人听了会发毛的精准描述。你看这个流程图，它就把这一场悲剧性的崩溃画得一清二楚。第一阶段 CPU 宕机，我们的逻辑核心爽灵开始出错，那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忘东忘西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但这还只是刚开始。第二阶段引擎故障，当幽精这个情感引擎失控，情绪的刹车就坏了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患者的个性会180度大转变，变得很容易生气或是很忧郁。最后就是系统的全面崩溃，连硬体七魄都撑不住了，开始瓦解，身体机能会用非常惊人的速度衰退下去。你可能会想说，这会不会是我们现代人自己脑补的诠释啊？才不是哦！你看，古老的道家医学经典里面，就一针见血的写着“身中失魂，则多呆病”。这句话根本就是在精准描述我们今天所说的失智症嘛。好，讲了这么多，好像有点令人担心的问题，但好消息来了，这套系统它是可以维护、可以保养，甚至可以重新启动的。道家提供了一套非常完整而且实用的指南，
让我们可以把软硬体重新同步回来。这套直男的核心策略其实只有4个字：性命双修。我知道听起来好像很深奥，对不对？但它的意思其实超级直白，你必须同时保养你的心灵软体，也就是性，还有你的身体硬体，也就是命。最让人惊讶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根本就是现代神经科学花了几十年研究才得出的结论，对抗失智最有效的多模态介入策略。我们的老祖宗早就知道了。你看这张对照图，简直是完美的展示了古代智慧跟现代科学的对话。左边道家说要安魂，方法是静坐来稳定我们的心灵软体。那现代科学怎么说？研究发现，静坐真的能有效调节大脑的预设模式网络，也就是我们大脑没在干嘛的时候的背景程式，甚至还能减少那些脑部有害斑块的堆积。那右边的固魄呢？方法是练气功、太极来强化身体硬体。科学家也发现，这类运动能刺激大脑分泌一种很关键的东西，叫做 BDNF， 它就像是神经元的肥料一样，可以帮助修复跟长出新的神经。你看，古人的经验跟现代科学在这里根本就是完美的握手了。好，那理论我们都懂了，重点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到底该怎么做呢？接下来我们看的就是一套专门为我们现代人设计的实践方案，你完全不需要跑到深山里面去修行啦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份可以马上开始做的每日作息表。早上起床，花个几分钟，用你的手指头当梳子，用点力气梳头，顺便按一按头顶的百会穴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但它就是在直接唤醒你的硬体。白天呢，尽量多学习新东西，多跟人互动，这就是在给你的 CPU 新的挑战，防止它闲置太久。到了晚上，最关键的一件事，关掉手机跟电视，花个10分钟静坐或做深呼吸，来安抚你的情感引擎，把一整天的情绪压力全部归零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想办法让自己睡个好觉。睡眠不只是在帮你的生命电池充电哦，它更是我们大脑启动内部清洁系统，把那些代谢废物清掉的唯一黄金时间。你看，每一步都是在帮你的心智系统做日常的维护。所以，我们回过头来看，这整套东西，它真的不是什么迷信。道家的养生智慧，其实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也最完整的一套生活方式医学。它是一套非常强调预防，而且是全面性的身心保养系统。我们的老祖宗其实早就帮我们画好了一张通往清晰心智的地图。这张地图它不靠什么昂贵的药物，它靠的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实践。在现在这个资讯爆炸、压力山大的时代，这张古老的地图或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还要来得珍贵。那问题是，你准备好要跟着它走了吗？